这现在呢，我在这个家门口，春风习习，这个是书店还是咖啡馆来着？我一直也没来过，反正有书有咖啡。之前不是报什么刘英在这儿有一个什么千上亿的豪宅什么的，就这儿。现在这还挺火，可能我觉得之前是不是个营销活动啊？反正现在是火了，生意比以前好多了，以前都没人。我现在在前门大街啊，刚才从家里出来，往这边溜达溜达。然后主要是想看看这边的变化吧，因为其实就现在这儿而言，跟我小时候就完全不是一个地儿，没有什么一样的地儿。我是怕以后可能会变得更多，变得我完全不认识，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吧。然后我现在的正前方呢是天安门广场，天安门我就不去了，因为其实前2天去了一次。长这么大呢，也没去过几次天安门广场。前2天呢，就是想去一次，还成功的预约了这个参观天安门城楼，但是呢，没有参观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您的相机和这个自拍杆的形状应该是差不多的。怎么叫差不多？为什么说不让带这种呢？因为它属于棍儿状的，因为自拍杆也属于那伸缩的那种。我这不能伸缩。您这不能伸缩，也属于一个长的吧？现在不进天安门广场原因就是因为上次排队吧，排了基本上1小时20分钟左右，排的时间太长了，所以天安门广场我就不进去了。一会儿围着就是，因为我现在在前门东路，一会儿绕到那边吧，绕到前门里边吧，走前门大街回去。现在这个就是叫铁道博物馆哈，就是以前我们都管它叫前门老车站。从这儿再往前过去就得过安检口，然后这边呢也是过去需要拿身份证安检哈，然后但是我没有带身份证，因为刚出家门就这么近的路，确实是没带身份证，一会儿看看怎么办。前方治安检查，行人刷身份证通过，老年人出示老年卡，谢谢您的配合。前方治安检查，行人刷身份证通过，老年人出示老年卡，谢谢您的配合。我从那儿过了，我还跟他说了，我们从那儿过一下。但是我刚才过来的时候，那保安大哥光看热闹了，他也没管我要身份证，我就这么直不愣登的我就走过来了呀。所以你说他们这检查，我不知道。我现在在前门大街的这个北口，然后我在它的最北边，前门大街最北边的起点。我后边的这个城楼不是前门城楼，是叫正阳门。然后这儿还得用身份证，好像。老年人出示老年卡，谢谢您的配合。前方治安检查，请您出示身份证通过。老年人出示老年卡。我直接进了啊。好嘞。前方治安检查。又没管我要身份证，可能啊，这个要身份证跟戴红袖箍一样，就是一个震慑性的作用。这多少钱啊？这我也不知道多少钱，这我看看多少钱。我的妈呀！这个有点贵啊，这反正不是我这种老百姓能消费得起的。840米要50块钱。就这儿有一个牌楼啊，写的是正阳桥。然后就以前前门这儿是一个什么样的，就是坑蒙拐骗一条街吧，算是什么扯金桥子的，反正就是游客上这儿肯定挨宰这么一个地儿。以前那边有一些吃的，比如说门框胡同卤煮，但是跟现在叫的那个门框没关系啊。然后还有一个是鲜鱼口的那个炒肝啊，天兴居炒肝，但是跟现在天兴居味道也不太一样。像后边这种小街里边，以前都是可以进去的，现在胡同可能都修宽了，也有好多胡同都拆没了。以前这个胡同里边，你看我们当时买那些打游戏的那些盘啊什么的，都在这里边。我现在这个身后呢是杜莎夫人蜡像馆，这我也没来过，但是里边修的挺好的，但我从来没来过，看过照片。反正家门口有好多地儿，你就不愿意凑热闹，来看看这个杜莎夫人蜡像馆什么价格。成人190，学生130，敬老和儿童票120。然后这价格我感觉也接受不了，网上的149左右吧，但是我还是觉得贵，太贵了。
因为我就出家门口遛个弯儿，结果你让我消费好几百。这刚才如果我要坐了那车哈，然后再加上这个，一共好像300块钱扔出去了。天兴居怎么挪这儿来了？天兴居在宣义口里边，但是这儿也开了一个。我看看哪儿有以前的记忆，我能说之前的东西。我记得是有个建设银行，然后这肯定是之前的东西了。这是全聚德，这旁边呢是全聚德，是北京的烤鸭店了，北京的招牌烤鸭店了。我现在在这个大石栏里边啊，大石栏里边有好多老字号，比如说这个瑞福祥，然后同仁堂药店，还有六必居酱菜卖酱菜的商店。然后我现在马上要去这个叫张一元，是卖茶叶的地方。我没拍人，您帮我拿那个1000块钱的那茉莉花茶，拿半斤。好，1000现在有2种啊，一种是这种叶儿的茉莉雪这种，还有一种是球的。球的啊，那要叶儿的就行，一直喝的是叶儿啊。我给您拿这原包的吧，它这一包就是半斤啊。哦，好，现在这个等于不用包了，直接。对，你就是散装也行，看他来货的时候就是能看不见包装，也可以纸包，可以。像这种就跟以前那个包的不一样了啊，这是直接等于是包好的包装了。那个张一元那茶呢，以前其实都是拿纸去包起来的，但是现在呢，就是也算进步了吧，就好多都是，比如像这个半斤的就有直接包好的，所以就不用再拿纸包了，这样密封性也会更好一点。买完这个茶叶呢，出来隔壁就是同仁堂药店，同仁堂药店里边其实有好多种这个名贵的药材啊，但是我今天来是要看看那个安宫牛黄。这个不是这个嘞。这儿交钱还是那边？我给您开票，您先交款，回来再取药。哎呀，这玩意儿涨得够快的，涨了100块钱又。再不买可能还得涨。现在天然牛黄太贵了，太稀少了。您那边交款。您好，我问您一下，这个是天然的吗？天然的。这是天然的是吧？那我来一颗，来一颗。要1碗是吧？对，要1碗。这条街里边有老字号，但也有一些是新开的商店，所以呢鱼龙混杂，您注意分辨吧。现在六必居这门脸有点气派哈。我记得以前是一个特别破的一小铺，现在怎么变这么气派了？建设银行可能大概位置就在这个附近，就是挺高的这个建筑。现在是一个什么盛世烤鸭店，我也没听说过。建设银行的隔壁呢，以前是一个2层楼还是3层楼，记不住了。但是卖文化体育用品，小时候比如说踢个足球啊，打个羽毛球啊，羽毛球拍子、乒乓球啊，乒乓球拍子全在这个商店里卖。总之，我觉得反正从这块开始的样子就跟我小时候就是差得特别远。以前这儿也不是步行街，这儿是一条，就算是2车道，但是双向，就一条往北一条往南的车道，2条车道，然后旁边是有自行车道，然后两边都是卖，我记得是那种五金电机，就卖那些东西的商店啊，就是五金胶店一条街那种感觉。还有一些旅馆是为游客提供住宿服务的旅馆。虽然今天这个天气不是特别热哈，但是比较干，来一杯咖啡滋润一下吧。就大概840米就走到了这条街的南口。刚才也说了，以前这条街是马路直接通下去的，但是现在到这儿就已经拦上不让走了，因为在前面是两广大街，就是以前从那边直接就可以走过来，但是现在中间全是这种栅栏给拦上了，你也不可能走，因为前面是这个两广大街，所以就要去旁边的过街天桥啊，左右两侧都有过街天桥，然后或者路口，从这2个路口来过这条马路。京泰隆国际大酒店哈，这个楼基本上我觉得现在已经是就是废的状态，里边
这个大门已经是紧闭着，然后以前有办公的，有酒店，然后底下有餐厅，已经全都关门了。这个酒店呢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候开的酒店，现在已经荒了。这个位置呢是天鼎市场，现在叫天鼎218文化金融园。218呢是以前这儿一个厂子，但是做什么的我可真不知道，我只记得218厂有洗澡堂子。天鼎市场以前是卖小商品的一个市场。这个楼呢是以前的美博城美容美发用品批发的这么一个楼，但是现在已经人去楼空，然后重新装修，要改成什么目前还不知道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绕过来了啊！我已经从刚才那个前面那个前门大街绕到这个马路南边了，绕了一大圈。在我前面这是朱市口教堂啊，这教堂反正不只是我小时候了，这教堂应该建于120年前。修这个两广大街的时候呢，还特意的绕开它修这个路了。这个教堂一直没有搬走。其实看这个地下这个规划哈，因为这个地砖的这个样式，应该是他想做成跟前门大街是相通的这么一个步行街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建成。你看那边上那路了吗？这就是绕开他修的那条路，然后他右转。刚才这个教堂呢叫朱市口，这个口叫朱市口，肯定以为这叫朱市口大街呢，结果你看看这个路牌，它依然叫前门大街。就以前呢，这个位置呢有一个特别好吃的包子铺，叫什么名我记不住了，应该就叫天津包子。然后里边包子都是按两买的，我就记着小时候拿着家里的盆上这儿来买包子。你交完钱呢，是给你一张小纸条的那个票，然后等到包子熟了之后，你再去包子那儿把那票给他，然后他就给你装在你拿的那个锅呀或者盆里边。如果有谁知道这个包子铺现在去哪儿了，请你告诉我，谢谢。就前面这条街也没有这么宽，就跟刚才我说的那前门大街其实宽度是一样的啊，它是顺下来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马路的东侧，这边就是西草市街。但是现在的样式跟以前也不一样了啊！现在左边的房子应该是都被翻修过，右边原本的房子也是08年奥运会的时候把右边全都拆除了。然后走着大概，我觉得大概也就几百米吧，到多远我说不清楚啊。然后就到了这个山涧口街，到了山涧口其实就离家不远了。就这个停车的这个位置，后边这儿之前有一个卖烧饼的店，旁边还有小卖部。以前反正一过年过节呀，说是买个可乐呀什么的就来这儿。然后这边呢，其实这个电箱旁边呢，之前有个炸糖油饼的，那糖油饼炸的应该是北京一绝，但是现在你吃不着了。知道这是干嘛的吗？你肯定猜不着，这个是我们小时候的足球球门，我们就在这儿踢球，然后拿这个当球门。当然小时候也没有这么多电线啊，没有这么多的电线，然后变压器，只是有2个电线杆子。这个理发店啊，真是开了不少年头了，以前小时候都是在这儿理发。然后里边现在就属于这种拆迁拆了一半的这么状态。然后这间小房呢，就是我小时候待的房子。这间小房呢，是后来修的厕所，以前没有，以前要去外边的公共厕所。你们发现这儿有一个问题了吗？就这个楼哈，当时是为了节约这个用砖，
应该是资源也不够，因为这是据说是唐山大地震后盖的这种安置房，应该就是几年的寿命，结果它应该是30多年了，至少应该比我岁数还大。这个砖你看都是竖着放的，正常的板砖是横着放的。可以看这窗口，可以跟窗口这种砖对比一下。窗口的这个红色的砖呢，就是正常的摆放，然后旁边左边这个灰色的这个砖呢，就是竖着放。然后其实今天没拿钥匙，钥匙不在我身边，里边那屋呢我是进不去了，但是外边这儿呢可以大概看一下。这是我的奶奶家，上面是鸽子窝。后院怎么走？后院这边走。我也好久没来过，咱再不来以后就见不着了吧。这就是后院，以前在这里边种的树啊什么的。这个窗户就是我们家的这个叫南面的窗户这里边确实特别的窄啊。小时候不觉得特别窄，但是现在我觉得，反正我转个身都有点费劲。然后这个院子其实这边是跟刚才那儿能穿过去的，就这个胡同，然后这个胡同。反正以前都在这里边，一堆小孩在这院里跑来跑去，然后玩捉迷藏什么的。就之前这儿也是，这房子是盖出来一点的，可以看见这个地了吗？这是以前人家这个门的位置，然后现在把这外边都拆了，但是楼主体还没拆。顺着这边走，还是能走出刚才那个山涧口街去啊，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小卖部。其实以前都是走里边，像现在我守这个位置就是以前的人家的房子的门，然后要走过这儿呢，肯定是走大树的这边啊。西草市东街是卖刷子的，旁边那个西草市街才是那个聚庄那条街哈。但是这两条街隔着有多远呢？其实你就能看到这条小胡同并没有多远，就很近就能穿到那条街哈。就是胡同，以前也没管它叫什么街。我给您看到的胡同的样子呢，是真正北京胡同的样子。南城的胡同呢就是这样的，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。你看的盖的特别好的那些。全都是后来翻建的，并不是以前北京老百姓住的地方。刚才看的那些胡同呢，才是北京南城真正胡同的样子。当然我说的是大差不差那种感觉，但是它就像那个毛细血管一样，然后里边有很多小的分叉、小的胡同，就是它比较狭窄而细长。这种胡同呢，其实在北京非常多，但是现在呢都已经被拆迁啊、改造啊、腾退啊，所以说你以后可能会看不到真正的北京的样子。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想来这儿看一看的原因，因为我怕我以后我都忘了他们是什么样子。我的家现在跟我小时候就已经不一样了，等我再老一点，跟现在肯定也不一样了。所以我为了防止我自己的记忆消失，我要把它永久的保存下来，以视频的形式保存下来。当然我能看到的地方呢也不全面，但是我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呢，我一定会想起我希望想起的画面。